哎呦，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One Sport Show 王硬核。在今天刚刚结束的比赛当中呢，雷霆最终以4-1成功的击败了森林狼，来到了2024至2025赛季的 NBA 总决赛。在本场比赛当中呢，最后呢，亚历山大呢荣获了西决的 MVP。亚历山大本场比赛呢，总共得了34分、25投、14中，三分球呢4中2，并且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亚历山大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他只有2个罚球，这也彻彻底底证明了他值得今年的 MVP，他并不是完全的依靠罚球去得那么多分的。那相比于森林狼的爱德华兹的19分的表现呢，真的是有一点点天差地别，至少在这场比赛来看的话。通过整场比赛呢，我们可以看到亚历山大他的得分能力，即使说在森林狼去包夹的情况下呢，他还是可以依靠自己的节奏啊去上篮或者中投，而且他的转身也非常无敌，而且他还可以传球。那么你像对面的爱德华兹呢，本场比赛的表现呢，为什么那么糟糕呢？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呢，归结于爱德华兹的硬解能力还是有一点点差，或者说他的硬解能力有一点点被摸透了，就是太单调了，要么突破，要么三分，就是变化非常少，而且他的出球能力呢，在这2场比赛当中呢，他的缺点呢一览无遗。你包括本场比赛也是，爱德华兹呢，他本场比赛面对的防守呢是非常的难受的。从第1节开始呢，是多尔特上来摇，等多尔特累了的时候呢，雷霆呢他就把哈登换下去了，哈登换下去换人上来呢，把卡鲁索换上来，继续接着撕咬爱德华兹。并且呢，雷霆呢，他本场比赛他在最开始的时候，因为没有垃圾时间嘛，最开始他一直都是2-3联防，只要爱德华兹一突到内线呢，2个人包夹，或者甚至3个人包夹，而且他们的速度非常快。他这个协防呢，就有点恐怖，也是得益于他们有多尔特、卡鲁索然后他们都非常年轻。但是呢，这个其实呢，雷霆的这个协防呢有一个缺点，也就是说他缩的太厉害了，它会导致他的底角会漏了很多人。你就包括戴森丹尼尔斯呢，他有一些3分，他根本他就没投进，他有很大的机会空位，他没投进。对，我们再说回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呢，他在突破的时候呢，他硬解突破不了，他的中投呢也有点唯唯诺诺。你反观你对吧？我们再说爱德华兹，他出球了，但是无论是里德呀，还是说戴森丹尼不是是麦克丹尼尔斯的也投不进。你再包括他们的内线，还有一个戈贝尔这样一个进攻黑洞，会真的导致森林狼的进攻特别的糟糕，队友根本投不进。而且呢，我觉得他们还有一点原因，可能是他们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已经1-3落后了。当你1-3落后的时候，你的心态呢会非常非常的差，这就不行。你看看掘金队的穆雷在园区那年已经1-3落后了快船7场逆境翻盘，1-3落后了爵士，逆境直接连下3场直接淘汰对面。对，你像我们再说第2个点呢，就是2个队的二当家呢发挥的表现呢差距太大了。杰威呢，雷霆队的杰伦威廉姆斯呢，不愧为今年最佳阵容3阵的这个一个名誉称号。杰威威廉姆斯呢，他的表现呢是非常的稳，他比兰德尔呢稳太多了。第1节相比就太多了。我们再看兰德尔第1节不是失误就是打不进。当他被夹击的时候，他根本出不出球，或者说他不想出。你像兰德尔呢，他第1节在场上完全就是个副作用，他的进攻啊太便秘了。就是他被打的时候呢，他只有在打勇士的时候，在勇士的那种小个阵容的时候，他可以通过被打呀或者转身去欺负。但是打雷霆那种，他内线有切特有哈腾，还有那几个防守很员，他根本就得不了分。而且我觉得兰德尔呢和隔壁东决的布伦森呢有一定相似的之处。当他们拿球的时候呢，他们这个球队的进攻呢会变得非常的便秘，而且他的传球呢根本就不好。兰德尔呢他发挥不了他的身体优势，就导致兰德尔就有点垂头丧气，根本打不进。也就他第1节投了一个3分，有一点点用，剩下的呢全是失误。你再加上
雷霆的2-3联防，当他一被打的时候，切特、卡鲁索、多尔特或者哈登直接过来夹击，直接就从你手里把球拿走，有一点点恐怖。你甚至杰维啊或者亚历山大他都可以过来伸一个手，你就真的是难呐，太难了。你反观雷霆呢，雷霆还有一个重要的得分点，但就是切特后姆格伦。当你有一个这么高大的一个超大型大竹竿内线的时候，而且他还能投3分，他甚至能做crossover去突破，那你就可想而知这个队的进攻有多可怕。他就会让像戈贝尔这样的中锋，蹲坑中锋非常难受，因为他戈贝尔能出来吗？可不能出来，因为他出来的话，切特直接单打的速度的话直接就过掉了，而且你戈贝尔出来的话，他内线根本就没有人去护框，所以呢，更多的时候呢是，麦克丹尼尔斯去出来防切特，那他们俩的体型差距很大，切特呢就相当于加长版、加高版的麦丹。对吧？切特他有很明显的身高优势，而且他的3分呢，在近2场比赛呢发挥非常好，本场比赛呢更是投出了4中2的3分。那所以你像而且发挥非常好，而且你像麦丹的话，在第1节的时候呢，他试图把切特拉出来，因为他要给内线他去留其他队员的突破空间，但是呢，切特他就不出来，他就让你麦丹去去投。麦丹呢，第1节最开始呢，直接6中0，把他当主攻点，1分得不了，空位3分根本就投不进。我看麦丹最后都有点垂头丧气了，就已经蒙圈了。而且他有空位的时候，他也不敢投了，他传给底角吧，好在底角的另一个角球员呢进了，挺好。你像我再看一看对。而且切特呢，他本场比赛呢是22分，他总共本场比赛切特总共得了22分，13投8中，3分球呢共是有4中2，并且还有3个封盖。他的这个封盖，包括他对内线的防守太关键了，而且他的速度太快。他唯一的缺点呢，就是可能力量不足，在面对像约基奇这样的内线呢，或者戈登这样的内线呢，会比较吃亏。但是呢，对于森林狼呢这支整体的身形呢，相比于雷霆呢小一些，它还是非常的厉害的。而且你当切特后姆格伦和哈尔滕施泰因在场上的时候是属于双塔，爱德华兹根本就不好突，它会使爱德华兹的进攻的空间呢进一步的受阻。雷霆队呢，森林狼呢为什么会被打懵了？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呢，就是卡鲁索和多尔特。多尔特呢开局就咬爱德华兹，就看着你，我们就能明显看出爱德华兹本场比赛他已经有点垂头丧气了，他害怕失误，而且爱德华兹有好几个传球，还有兰德尔还是谁的好几个传球，就完全被卡鲁索直接就预判到，直接就抢断。直接就给兰德尔、爱德华兹整自闭了，表情是有点七喜吃屎的表情了。卡鲁索真的是神兵，你像今年雷霆引进了卡鲁索和哈尔滕施泰因，真的是引进的太完美了，而且太超值了。雷霆的2-3联防呢，正需要这2个人。而且雷霆的2-3联防为什么这么强呢？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这帮人太年轻了。他们联防的时候呢，他们及时去补位或者协防的速度太快，但是呢，他们很多时候呢也会漏掉一些底角。这也就是为什么上一轮比赛的话，掘金他的戈登他会在底角去惩罚雷霆的这个协防。但是呢，到了森林狼这边呢，森林狼的3分呢实在是太差了。你包括森林狼在第1轮系列赛、第2轮系列赛，无论是打湖人还是在勇士他的3分呢经常出现很糟糕的情况，可能10几中几，爱德华兹有点沉迷于3分了。本赛季，你虽然说兰德尔呢更是神一场鬼一场，一场发挥呢好呢，一场发挥次。替补呢，沃克和迪文钦佐呢2个人的发挥呢也是一样。有过10中1，但是前一场比赛呢上一场比赛呢又拯救了球队，这是最后比较可惜输了上一场比赛
还有呢，森林狼的戈贝尔呢，他的处境呢，他非常的尴尬。森林狼戈贝尔呢，他和去年季后赛一样，甚至和他整个生涯的季后赛都一样。对于这名球员呢，这种高大型内线呢，他的常规赛非常厉害。他常规赛的话，他就蹲坑啊，做好防守就完事，进攻交给他的主力球员。但是当他到了季后赛的时候，他就是完全的一个被攻击的一个点并且戈贝尔他完全没有自主的进攻能力，他只能内线吃饼，而且呢，他对于整个球队的进攻呢，真的是毁灭性的打击，它会造成进攻的空间呢非常的小，爱德华兹呢根本就出不去。你就想，如果把戈贝尔换成特纳或者切特，或者说任何一个有3分的中锋的话，你看爱德华兹突的爽不爽？他就不会说在面对这种联防的时候非常难受。破联防的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外线投3分。但是呢，森林狼是没有的。再说还有一点呢，是森林狼的替补。森林狼的替补呢是沃克表弟和迪文钦佐。其实这2个人呢得分能力很强，但是这2个人的身高、防守，他就根本匹配不了雷霆的一个锋线。他们的身高明显你能感觉到小1号，防守端呢更是一个真正的大漏勺。再加上首发的麦克康利已经38了。年纪非常的大了，并且康利呢，他是一个控卫，但是他在第1节呢，无论是他的抛投啊还是3分啊，一个不进，真的是燃尽了自己。你再像森林狼这边呢，他们那些锋线呢身材高大，而且还有3分，卡鲁索也有3分，多尔特呢也有3分，虽然说多尔特投的不准啊。多尔特呢3分呢，他呢其实是非常的糟糕的。如果你看了上半节的话呢，其实雷霆队的3分呢，他们的效率呢是非常不高，它很不准，单纯的是因为雷霆队的防守比较好，所以我真的觉得在雷霆在总决赛面对到步行者的时候呢，我觉得步行者会夺冠，步行者的3分呢绝对比雷霆好，并且会惩罚他2-3联防的这点，这支雷霆呢，其实这支雷霆呢，在今年的季后赛呢到总决赛，他们进入到总决赛，我觉得是必然的。因为剩下的球队呢，多多少少呢都会有那么1个点到2个点是他们的防守漏环，只有雷霆这支球队呢是接近于完美的，也就在于其实你看雷霆和掘金是打到了抢七，但是如果你看了抢七的第7场的话，你就能看到他们的差距是非常大，雷霆的进攻呢是有多么的可怕，而且杰威太稳了，很多次都是杰威彻底的站了出来。如果今年雷霆夺冠的话，我觉得亚历山大呢，他就已经超越了杜兰特，对吧？而且呢，杰威呢，我觉得比雷霆上一次进总决赛的那个赛季的威少更要强，他有3分，有突破，而且还稳。其实所以呢，今年呢，整个西部的一个排名呢，应该是雷霆、掘金、快船，然后是森林狼，勇士，剩下的还有一个呢就不提了啊，我不太喜欢。而且我觉得今年，雷霆打步行者这轮总决赛呢，会是近5年最精彩的总决赛。而且这2个都是年轻人，这2个球队的话呢，看的比赛呢非常的爽。我知道步行者呢没有多少人了解这个球队，也没有多少人会看他的比赛。我真的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如果你还有时间，你可以把步行者打骑士的那轮系列赛看一看，你就能发现步行者这支球队他的进攻是有多么的可怕。任何人都可以站出来，任何人都可以在关键时刻去投3分，无论是内姆波哈德、内史密斯、托平，还有麦克康利的无敌小中投。当然还有历史级别的3双零失误控卫哈利伯顿。所以呢，我非常的期待这轮比赛的系列赛。然后呢，针对于这场比赛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为什么雷霆一直把切特和多尔特一直留在场上呢？因为雷霆也知道切特和多尔特呢，在整个的西部的系列赛当中，他们俩的三分发挥呢其实是不好的。多尔特呢是一直都是
10中1、8中1这种。你像切特的话，他仅仅是这2场比赛吃了饺子，前面的几场比赛呢，他的3分呢有一点点拉胯，所以呢，后面在今天的比赛的后半段呢，给足他俩机会，让他俩去突破，让他俩去投3分，让他俩去练习一下，去熟悉一下自己的比赛的手感。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到此结束了。然后明天呢，我们要看看步行者是怎么4-1轻轻松松横扫尼克斯的，最终与雷霆会师在总决赛。See you. Remember, follow my channel. Let's go, Pacers. 拜拜。